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敬请点赞加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浮生六记·浪游记快》，原著沈复。我在各地做幕僚30年来，天下所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仅有四川、贵州与云南等少数几处。可惜每次均是车马仓促，处处跟随着别人。山水与人的欢乐，犹如过眼云烟，只能粗疏地领略一下，没有机会深入地寻幽访胜。凡是我喜欢独出己见，不屑于随人称道是非，即便是论诗品话，也时时存着人真我气、人弃我取之心。所以游览名胜，贵在气心合意，有的是名胜却不觉得佳妙，有的不是名胜自己又觉得妙不可言。姑且将我平生所经历的记录下来。我15岁时，我父亲驾夫公在山阴赵明府的墓中供职。有位赵省斋先生，名传，是杭州素有名望的学者。赵明府请他教自己的孩子，我父亲让我也拜师于他。读书的闲暇，外出游玩，得以到了吼山。吼山距离山阴县城10余里，没有旱路通行。临山有一个石洞，上面有块片状石头，横着裂开，几乎坠落的样子。我们从它下面划船而入，里面豁然开阔，四面皆为峭壁，俗名水源。临水建了5间石头阁楼，对面石壁上有关于阁3个字，水深不可测，相传有大鱼潜伏其中。我投下些许鱼饵试探，只见到不满1尺的鱼游来吞食。10阁楼后面有路通到汉源，里面全石散乱矗立，有横阔如手掌的，有柱石顶端平整上加大石头的，开凿的痕迹还在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。游览完毕，我们在水阁宴饮，让随从燃放鞭炮，轰然一响，万山齐应，如闻霹雳之声。这是我少年畅游的开始啊！可惜兰亭、雨林未能深至一游，至今隐为憾事。我到山阴的第2年，先生已双亲年老，不能远游，设学堂于家。我于是跟随先生到了杭州，因而得以畅游西湖之胜。西湖诸景，若论布局结构之妙，首推龙井，小有天元赐之。山石之美而可取者，灵隐寺前的天竺国飞来峰，呈黄山的瑞石古洞。泉水之可取者，则是玉泉，因为它水流清澈，游鱼甚多，有活泼的情趣。大约最不经一观者，便是葛岭的玛瑙寺了。其余如湖心亭、六一泉等景物，各有妙处，不能详述。然而都难以脱掉艳丽的脂粉之气，反而不如小径式的悠然僻静，清雅近于自然。苏小小墓在西泠桥旁边，当地人说，最初仅是半丘黄土而已。乾隆庚子年，圣上南巡至此，曾问询此墓。到甲辰年春日，圣上再次南巡，此时苏小小墓已经用石头砌好了。墓呈8角形，立有一块碑石，上刻大字钱塘苏小小之墓。从此，怀远吊古的诗人墨客们便不用再四处寻访了。我想自古以来，那些忠烈坚贞之人被埋没不传的，当然不可胜数，即便是名声流传不久又趋于无闻之人，也不在少数。苏小小只是一名妓女，自南齐至今，名字事迹众人皆知，这大概是天地灵气钟爱，为此地湖光山色做些点缀的吧。桥北不远有座崇文书院，我曾经与同学赵继之至此投考。当时正逢炎夏，我们起床很早，出了钱塘门，经过昭庆寺，步上断桥，坐在石栏杆上，看旭日将要升起，朝霞映透柳树，无不尽显严厉之态。湖中白莲散发着清香之气，清风缓缓吹来，令人心身清爽。我们步行来到书院，考题还没有发布呢。午后时分，交卷之后，我和赵吉之于紫云洞纳凉。洞内可以容纳数十人，日光透过石孔，有人摆设了矮几短凳，在此卖酒。我和赵吉之在这里解一小饮，品尝陆府，感觉甚是美妙。又食用了一些新鲜的菱角与白藕，直至喝得有些微醉，才出了紫云洞。赵吉之说，
山上有个朝阳台，颇是高旷，何不前去游览一番？我也是意趣兴发，奋勇登上山顶。只见西湖如一面镜子，杭州城如一粒弹丸，钱塘江如一条锦带，极目而望可达数百里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色。在朝阳台坐了许久，太阳将落，我们搀扶着下山之时，南屏山佛寺的晚钟也敲响了。韬光、云栖两处景点，因为路远未去，其余如红门局的梅花、姑姑庙的铁树，不过如此。紫云洞我以为必定可观，待巡防抵达，发现洞口仅能容下一根手指，细水涓涓流过而已。相传里面别有洞天，遗憾不能撬门而入。清明节，先生春季扫墓，带我同去游玩。墓在东岳，这里盛产毛竹，守墓人挖了一些未钻出地面的毛笋，形状仿如梨子，但比梨子尖，用它做成汤羹待客。我很喜欢吃，连吃了2碗。先生说：“哎，这毛笋味道虽美，却可心血，最好多食用肉类，以化解其害。”我向来不喜爱肉食，这时饭量也因为食笋过多而减少。返回途中，顿觉心思烦躁，唇舌几乎裂开。经过石屋洞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看的。水乐洞峭壁上遍布藤萝，进入洞内，仿佛进入一间斗室。泉水流势甚急，声音朗朗，水池仅有3尺宽，深有5寸多，不易出也不枯竭。我俯身喝了几口泉水，内心的烦躁顿时消失了。石屋洞外有2座小亭子，坐在其中可以听到泉水声。寺僧请我们观看万年缸，万年缸在香积厨内，形状极大，用竹子导引泉水到缸内，任随它满意流出。时间久了，缸内结了一层1尺多厚的苔衣，冬天不会结冰，所以也不曾损坏。辛丑年秋8月，我父亲身患疟疾，回到家中，身寒所火，体热所冰，我劝他，他也不听，竟然转成了伤寒，病势日趋严重了。我服侍父亲，端汤喂药，日夜不合眼，几乎有1个月。此时我媳妇芸娘也患了大病，虚弱地卧身在床。我的心境之差，真是难以形容。我父亲把我叫到跟前，嘱咐我说：“我的病恐怕治不好了，你依仗着几本书，终究不是养家糊口的方法。我把你托付给了我的蒙弟蒋思斋，到时你继承我的事业就可以了。”第2天，蒋思斋来我家，我就在父亲病榻之前听命拜其为师。不久，经过名医徐关联先生的诊治，父亲的病逐渐得以痊愈。芸娘也得到徐关联先生的助力，也可以下床了。而我则自此开始学习游牧为生了。这不是什么愉悦之事，为什么记录下来呢？因为这是我抛书浪游的始因，故而记录下来。蒋思斋先生名香，这年冬天，我就跟随他在奉贤官舍习木。有个和我一起习木的同学，姓顾，名金剑，字洪干，号子霞，也是苏州人。他为人慷慨刚毅，正两不阿谀奉承，年长我1岁，我称他为兄。洪干则毅然称我为弟。我们2人倾心交往，他是我今生的第1位知己，可惜他22岁就去世了。我从此孤单一身，朋友甚少。今年我已经46岁了呀，茫茫沧海，此生还能否再遇到像洪干一样的知己呢？回忆和洪干的交往，2人都是心怀高远，时常有隐居山林的想法。重阳节时，我与洪干都在苏州。有位叫王小霞的前辈与我父亲驾夫公请了女伶演戏，在我家聚客宴饮。我不喜欢那种喧扰，提前1天约了洪干去寒山登高游览，顺道寻访将来结庐隐居之地。芸娘为我们准备了一盒酒菜。第2天天色将亮，洪干已经登门叫我了，于是带了酒具从须门而出，在一家面馆各自吃饱，渡过须江，步行来到横塘早石桥，雇了一艘小船。我们到达寒山时还不到5时，船夫颇是本分善良，就让他为我们买米煮饭。
我们两人上岸登山，先到了中峰寺。中峰寺在支行山古刹南边，沿着山路上行，寺院隐藏在深林之中，山门口静寂无人。地僻僧闲，山僧见我们衣冠不整，不怎么愿意接待。我们的目的不在此，便也没有深入。下山回到船上，米饭已经煮熟。吃过饭，船夫拎着酒具跟随着我们，叮嘱他的儿子看守小船。我们从寒山行走到高义园的白云精舍。宣室临近峭壁，下面开凿有一方水池，周围是假山与丛树，俯视可见一泓秋水，悬崖之上的碧丽枝蔓与墙壁上积生的山梅青苔。我们坐在宣室下面，只听见落叶萧萧，悄无人迹。门外有一个亭子，吩咐船夫坐在亭内等候。我们两人从石缝中穿过，即是一线天所在，顺着台阶盘旋而上，直到山顶，乃是上白云。山顶有一座泥庵，已经瘫毁废弃，残存有一座危楼，仅能登上远望。我们休息了片刻，便搀扶着下了山。船夫说：“你们登高忘记携带酒具了呀？”红干说：“我们游玩是想寻觅一起隐居的地方，并非专门为登高一事。”船夫说：“距离此地南行2-3里，有个上沙村，人家众多，有块空地。我有个范姓表亲就住在这个村子，为什么不前去看看呢？”我惊喜地说：“那是明末徐四斋先生隐居的地方啊！听说有个园子极为优雅，还没有去过。”于是船夫便引领着我们而去。村子在两山之间的夹道中，园子依山而建，没有采用山石，老树多是极为盘曲苍郁的态势，亭榭窗栏都极为朴素，竹篱茅舍，不愧为高士隐居的处所。园中有一个皂荚亭，树木粗大，需2人合抱。我所见过的园亭之中，此亭第一。园子的左边有一座山，俗称鸡笼山，山峰直立，上面有一块大石头，就像杭州的瑞石古洞，但没有它的玲珑精巧。旁边有一块像是床榻的青石，红干卧身其上说：“此处可以仰观山峰群岭，俯视园亭之美，既开阔又清幽，可以开怀畅饮了呀。”于是拉了渔夫一起饮酒，我们时而欢歌，时而长笑，心怀畅快之至。当地人知道我们是为了寻地而来，误以为是看风水，纷纷以某处有好风水相告。红干说：“但求合心合意，不管他们的风水。”谁能想到这话居然成了谶语？直至酒瓶喝干，大家采摘了野花，插满2鬓。乘船回家时，太阳即将落山。1更时分回到家中，客人还没有散。芸娘私下告诉我说，女伶中有个叫蓝官的，长相端庄可取。我假借母亲的命令，把她叫到卧室，握着她的手腕仔细打量她，果然面颊丰满，肤色白皙。我对芸娘说，美确实是很美，终究觉得名字与人不符。芸娘说，丰满的人是福相。我说，马嵬坡祸乱，杨玉环的福气在哪里呢？芸娘找了个借口支走蓝官，对我说，今天你又喝得大醉了吗？我便详细说了游览所见，芸娘为之神往良久。癸卯年春天，我随从赵思斋先生赴维阳幕府之聘，才见到了金山、焦山。金山适宜远观，焦山适宜近视。可惜我在2山之间往来，却没有登临远眺。渡江北上，王渔洋所写《绿杨城郭》是扬州一诗，已经生动地现在眼前。平山堂距离扬州城3-4里，走过去有8-9里路远。虽然沿途风景全是人工所成，但那奇思妙想、天然的点缀，即便是阆苑瑶池、琼楼玉宇，恐怕也不过如此。最绝妙的是10余家的园亭合而为一，融洽照应着直达山上，气势浑然贯通一体。其中最难处置的地方是，除了城池进入景区，有1里多紧靠着城墙。大凡城池建置于旷远的崇山之间，才能够具有画意。园林如果处在这样的位置，便显得蠢笨之极。但平山堂观看其中亭子楼台，
墙壁山石、竹林茂树都在半隐半露之间，使得游人并不觉得突兀。这般规划，如果不是胸中有丘壑之人，是很难着手办到的。城池的尽头首先是洪园，转路向北有一道石梁，名为虹桥。不知是园子因为桥而得名的呢，还是桥因为园子而得名的呢？乘船过桥即是长堤春柳，此处景物没有设计在城角，而是放在这里，更显出布局的巧妙。自此再转路向西，堆土为山丘，上建一庙宇，乃是小金山。整体格局上有这么一阻挡，便觉得气势紧凑，不是俗比。听说此处本是沙土，屡次搭建都不能成功，后来用了若干木排与土壤层叠相加，花费了数万两银子才得以建成。如果不是富商之家，谁能做到这些呢？过了小金山即是圣盖楼，人们于此每年观看龙舟竞渡。河面较为宽阔，南北两岸跨越着一座莲花桥，桥门通往八方，桥面上建有5个亭子，扬州人称呼为4盘1暖锅，这是穷思竭力的做法，不太可取。桥的南面有一座莲心寺，寺中耸立着喇嘛教的白塔，金色的塔刹，垂挂着的璎珞，塔身高处云霄，佛殿的屋角与红墙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，时时传来钟磬的鸣声。这是天下园亭中所没有的盛景。过了莲花桥，可以见到3层高阁，画栋飞檐，五彩绚丽，假山由太湖石堆叠而成，四周乃是白玉栏杆。此处名为五云多处，犹如谋篇作文中的核心结构。过了此处，名为蜀冈巢序，土岗平坦无奇，而且多属于富会。将近山脚时，河面逐渐收窄，岸边堆土种植了修竹家树，随着河道转了4、5个弯，在似乎山穷水尽之处，却忽然豁然开朗，平山的万松林已经出现在眼前了。平山堂3个字乃是欧阳修所书。所谓淮东第5泉，真的泉源在假山石洞中，不过是一口井罢了，味道与天泉水一样。而在河亭中的6孔铁井栏乃是虚设，井水根本不能饮用。九峰园单独位于南门的幽静处，别有天趣，我觉得它是众多园林中的最佳。康山草堂没有去，不知怎么样。这些景物我都只是说个大概，其工程之巧妙，用心之精湛细腻，不能一一尽述。大概而言，已把它看作一位艳妆的美人，不能当作浣纱溪上的西施。我恰逢圣上南巡盛况，各处新建的工程告竣，地方官府恭敬地推进着接驾的布置，因而得以畅览盛典，这也算是人生中难得的际遇吧。甲辰年春天，我跟随父亲到吴江和明府的幕府中，与山阴张平江、武林张应母、调西顾爱全诸位同事奉命办理南斗为行宫事宜，得以第2次见到圣上容颜。一日天色将晚，我忽生了回家的心思。当时有一种办理差事的小快船，双橹双桨，我乘上船在太湖上飞照疾驰，就像吴地俗语所称的出水配头，转瞬之间已到吴门桥。即便是骑鹤腾空飞行，也没有此行神清气爽。到家之时，晚餐尚未熟。我家乡素来尚木繁华，到了这种时日，争奇斗胜更胜过往日。张灯结彩以致目眩神迷，笙歌不休令人倍感而扰。古人所说的画栋雕蒙、珠帘绣幕、玉栏杆、锦布帐，也都难以超过此刻。我被朋友东拉西扯，帮助他们插花结彩，闲暇之时则呼朋引类，豪饮狂歌，尽兴游览。少年豪兴，不疲不倦。假如虽然生在盛世，却居住于穷乡僻壤，哪能够有这般游历观赏呢？这一年，和明府因事被免职，我父亲转就海宁王明府的幕府之聘。嘉兴有位刘慧阶吃斋信佛来拜访我父亲，他家就在烟雨楼旁边，一间阁楼临河，名为水月居，是他念诵佛经之处，洁净如僧舍。烟雨楼在镜湖中间，
四周岸上都是碧绿杨树，可惜竹子很少。还有一处平台可以远眺，渔船如星辰散列，水面薄笼轻雾，似乎更适宜于月夜观赏。四僧所作素斋，味道甚好。到了海宁幕府，与白门使新月、山阴与五桥同事。新月有一子名为竹衡，性情澄净，寡言少语，待人彬彬儒雅，与我成为莫逆之交。这是我平生第2位知心之交。可惜萍水相逢，相聚之日不多。我们游览了陈石安兰园，园子占地100亩，重楼复阁，夹道回廊。其中有座水池，面积很大，桥有6曲，形状甚美。山石上满布藤萝，将凿痕尽皆掩盖。更有古树千株，皆有参天之势，待鸟啼花落，仿如人在深山。这是人工的制作接近自然之美的典范。我所游历的平原之上的假山园亭，安兰园乃为第一。我们还曾在园中的桂花楼宴饮待客，众多菜肴的气味尽被花香覆盖，唯有酱姜的味道不变。姜桂的品性愈老愈辣，以此比喻忠臣的节操，诚然不虚。出了海宁南门，即是大海。一日2次涨潮，潮水仿如万丈银堤，破海而过。有迎着海潮的船舶，海潮来时，反转船桨对着海潮，在船头摆放成一个木棹，形状如长柄大刀。木棹一按，海潮分开水路，船随即进入。稍停片刻才浮出，此时调转船头，随着海潮流去，顷刻之间即是100里。海棠之上有座塔院，中秋之夜，我曾随父亲在此观赏海潮。顺着海棠往东约30里，有座山名为尖山，一峰突起，如同扑入海中。山顶有座楼阁，匾额上题有海阔天空4字。登塔远眺，一望无际，只见怒涛接天而已。我25岁时，应徽州绩溪克明府的聘任，由武林乘江山船过富春山，登兰子岭钓台。钓台在山腰，一峰突起，距离水面10余丈。难道汉时的水位竟然与此峰齐平吗？有天月夜，停船在界口，旁边是巡检署。苏轼《后赤壁赋》中有说：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此景宛然在眼前。黄山仅见到山路，可惜没有登临一览胜景。绩溪城位于群山之中，虽然是弹丸小邑，但民情淳朴。靠近城池有座石景山，从山湾而入，去者前行1里多，只见悬崖湍流，湿翠欲滴。待行至山腰，可见一方石亭，四周都是峭壁，石亭左侧石壁如刀斧削过一样平整，屏风一般清光润泽，可以照得出人的影子。民间传说可以照出前世。黄巢经过此处时，照出一个猿猴的形象，被他放火焚烧毁坏，所以不能再照出前世。距离城池10里，有触景物名为火云洞天，那里的岩石石纹交错，巉岩凹凸险峻，犹如黄鹤山桥的绘画笔法，但是整体显得杂乱，缺少章法。洞内的石头皆为深红之色，旁边有一座寺庵，甚是幽静。盐商城虚谷曾邀我游览，并在这里设宴。宴席中有一种肉馒头，小沙弥凝神注目于此，于是给了他4个。临走时又给他2元番银酬谢。山僧不认识番银，推却不受，告诉他1枚番银可以换铜钱700多文。山僧说附近没有变现之处，依然不受。众人便凑了铜钱600文给他，才欣然接受了。第2天，我邀请同行的人携带酒具再去。老僧嘱咐说，先前小徒不知吃了什么食物，因而腹泻，这次请不要再给吧。由此可知，吃惯了梨货等野菜的肚腹难以受纳肉味，实在是令人感叹啊。我对同行的人说，做和尚必须居住于此等偏僻之地，终身不见不闻一物，或许才可以修真养静。若是居住于像我家乡的虎丘山，日暮所见皆是妖童艳妓，耳边缭绕皆是弦索笙歌，鼻子所嗅闻皆是美酒佳肴，
怎么能够身如枯木，心如死灰呢？离城池30里，有一个地方名为仁里，正举办花果盛会。该会12年举办一次，每次与会者都以所种植盆花参赛。我在绩溪时正遇上此会，欣然欲往，苦恼于没有轿子车马，便叫人截断竹子为杠杆，捆缚在椅子上当作轿子，雇了人肩扛而去。同游者只有同事许策庭，见到的人无不惊讶而笑。到了仁里，有一座庙宇，不知道供奉的是什么神奇。庙前空旷处搭着高高的戏台，画梁方柱，极其崔巍华丽，去近观看，不过是纸扎彩绘，涂抹了油漆。这时锣声忽然传来，4个人抬着一对蜡烛，巨大如一根断了的梁柱；8个人抬了一头猪，肥壮如公牛，原来是大家供养了12年才宰杀了献给神祇。许策庭笑着说：猪固然长寿，神也是牙齿锋利，我若是神，哪能享受得了？我说，由此也可见此地人们的愚昧与虔诚啊。进入庙中，殿廊轩院中摆设的花果盆栽并不剪枝捆缚之节，尽以苍老古怪为佳，大多数为黄山松。接着开场演起戏剧，人流如潮涌而来，我与许策庭便避身离去了。不到2年，我与同事相处不和，就拂袖而去，离开绩溪，回到了苏州。我自绩溪游牧之后，目睹热闹场中种种卑鄙之状，不堪入目，因此一如经商。我有一位姑丈袁万九，在盘溪仙人堂做酿酒生意，我与施新庚父子合伙。袁万九的酒原本是在海路贩卖，不到1年，遇上台湾林爽文叛乱，海路中断，货物积压，本钱亏损，不得已仍重操旧业，于江北做幕僚4年，没有什么畅快的游历可记。及至居住于萧爽楼，与芸娘正做烟火神仙，有一位表妹夫徐秀峰从粤东回来，见我闲居在家，感慨地说：足下等待露水做饭，仰仗写作生活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为什么不与我同去岭南闯荡呢？应当不仅仅收获蝇头微利。云也劝导我说：趁现在父母身体康健，你正值壮年，与其每天盘算着柴米寻欢，不如一劳永逸。于是我和诸位朋友商议，筹集了本钱。云也自行采办了一些织绣，以及岭南没有的苏酒、醉蟹等物品，然后禀告了父母，于农历10月小阳春，与徐秀峰一起由东坝出芜湖口，前往岭南。初次游览长江，心情畅快非常。每天晚上停船之后，必定在船头小饮一番。有一次见捕鱼的人所用渔网不到3尺，网眼却有4寸大小，用铁箍定了4个角，似乎这样是为了易鱼沉入水底。我笑着说：圣人教育虽说古不用数，然而像这样孔大网小，怎么能够有所收获？秀峰说：这是专门为网捉边鱼而设计的。只见这种网具用长绳系着，在水面忽起忽落，似乎是在试探是否有鱼。不一会儿，急忙拉出水面，已经有边鱼紧紧卡在了网孔上。这时我感慨地说：由此可知，我刚才不过是一己之见，根本不能测知其中的奥妙啊。一天行船中，我们看到江心中有一峰突兀高耸，四周无所依傍。秀峰说：这就是小孤山。小孤山双林之中，殿宇楼阁参差错落，可惜我们自身乘风行船路过，没能登山一览。到了滕王阁，感觉就像我们苏州府学的尊经阁，一到了胥门的大码头。王子安序言中所说都不足为信，当即于阁下换成了名为3板字的高尾昂首船，由干官直抵南安，才停船登陆。适逢我30岁生日，秀峰准备了寿面为我祝福。第2天经过大庾岭时，见山顶有一个亭子，匾上题字举头日进，说起山势之高。山头一分为2，两边皆是峭壁，中间的道路仿如石头小巷。路口竖立了2通石碑，一个上面刻着急流勇退，一个上面刻着得意不可再往。山顶还有一座梅将军祠，
未能考证出是哪个朝代的人。传说中的岭上梅花并没有一株，难道命名者是以梅将军之名才取名梅岭的吗？我所携带的送礼用的盆梅，到达梅岭时即将腊月，已经是花朵萎落，叶片枯黄了。过了大庾岭，出了山口，山川风物便立刻觉得与无地迥异。岭西有一座山，山上石洞颇为精巧，已经忘记了名字。教父说，石洞中有仙人床榻。很遗憾，我们匆忙路过，未能驻足于此游览。到南雄后，雇了老龙船，继续行程。在佛山镇，看到许多人家墙顶多放置着盆花，叶子像冬青，花朵又像牡丹，有大红、粉白、粉红3种，乃是山茶花。腊月15日，我们才抵达广东省城，寓居于静海门内，租赁了王姓人家的3间临街楼屋。秀峰的货物都销售给了官商，我也跟随他开单拜客。接着便有配礼的人来取货，络绎不绝。不到10天，我带的货物就已经销售完了。除夕之时，闻声依然如雷鸣。春节贺岁之时，有穿棉袍的，有穿纱套的。不仅仅气候与无地迥异，即便是当地居民，同样的五官、神情、气质也与无地不同。正月16日，有3位官署中的同乡拉我去游河观祭，当地人称为打水围，妓女名为劳举。于是我们一起出了静海门，下到一种像是均匀剖开的蛋类，而上面加了个棚子的小艇上，先到了沙面。祭船名为花艇，皆是船手相对排列，中间留有航道，以便小艇往来。每帮妓女大约10-20条船，用横木绑在一起，防备海风。两船之间钉着木桩，套着藤圈，随潮涨落。保姆名为梳头婆，头发用银丝为发架，高约4寸多，中间虚空而盘发在外面，在鬓角用长耳挖插着一朵花，身上披着原青色短袄，穿着原青色长裤，裤管拖在脚背上，腰上束着汗巾，有红有绿，赤脚穿着拖鞋，大小如戏院子里蛋脚的脚。登上他的小艇，便躬身笑脸相迎，撩开帘子请客人进入舱内。舱内两旁摆着椅子小凳，中间一条大炕，一扇门通往船梢。保姆呼喊了一声有客，便听到脚步声砸踏而来。妓女们有挽发髻的，有盘辫子的，脸上的粉涂的如粉墙，唇上的胭脂红艳如石榴花，或穿着红袄绿裤，或绿袄红裤，有穿短袜踏着绣花蝴蝶履的，有赤脚套着银脚镯的，或蹲在炕上，或倚在门上，双目闪闪，一言不发。我回头问秀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秀峰说，你挑选合意后，招手示意，他们才会亲近于你。我试探着选了一个人，果然一脸笑容来到身前，从袖中取出一枚槟榔以表敬意。我把槟榔放口内大嚼，苦涩的不可忍耐，急忙吐掉，用纸擦嘴，吐出的东西如血一样鲜红。全艇之人见状大笑起来。又来到军工厂，妓女的装束也是一样，只是长幼皆擅长琵琶而已。和他们说话答话皆为咪。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对朋友说，俗语说少不入广，是因为此地妓女令人销魂。假如是这样衣装村俗，言语粗蛮，谁会动心呢？一位朋友说，朝帮妓女装束如仙女，可以前去一游。我们到了朝帮妓船，妓船排列的形状亦如沙面。有位著名的保姆素娘，装束如唱花鼓的妇人。她手下的妓女衣服皆为长领，脖梗上套着项锁，额前的头发齐着眉毛，后面的头发垂到肩上，中间挽着一个丫鬟一样的发揪，裹脚的穿着裙子，天足的穿着短袜，也是蝴蝶履，裤脚长拖，语言可以听懂了。然而我终究还是不喜欢他们的异样着装，兴趣为之所然。秀峰说，静海门对面渡口有洋帮妓女，皆为无底装束，你如若去，必定有合你心意的。一位朋友说，所谓洋帮，不过只有一个保姆，人称少寡妇，带着一个名叫大姑的儿媳妇，
确实是来自扬州，其余皆是湖广、江西妓女。因此我们到了扬帮济船，济船两两相对排列，仅有10余艘小艇，其中的妓女皆是云环雾鬓，薄施脂粉，阔袖长裙，言语清晰，人称少寡妇的保姆接待甚是殷勤。于是有一位朋友另行召唤了9船，大的名为横楼，小的名为沙姑艇，做东道主邀请我们。他请我选择妓女，我选了一个年幼的，身材容貌像是我的妻子芸娘，且小脚尖细，名叫喜儿。秀峰叫了一个妓女，名叫翠姑。其他人皆有旧日相好。我们每人携带妓女，放艇中流，开怀畅饮。至夜晚1更时分，我担心自己不能把持，艰辛打算回到城内寓所，而此时城门已经关闭很久了。原来海江边的城市，城门日落即闭，我并不知道这些。酒席结束之时，有卧身吃鸦片的，有怀抱妓女调笑的。济船上的仆人给每人送来了枕头被子，准备连床铺设。我私下询问喜儿：“你这艘小艇可以住宿吗？”答说：“有寮楼可以居住，只是不知今夜是否有客人。”所谓寮，就是船顶的阁楼。我说：“姑且去看看。”召唤了一艘小艇，行驶到少寡妇的船边。只见整个扬帮济船灯火像长廊一样相对而列，船楼恰好没有客人。保姆笑着迎接说：“我知道今日有贵客来，所以留了船楼等待呢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您老人家真是荷叶下的仙人啊！”随即有仆人持烛火在前引领，由船舱后面的梯子登楼。船楼宛如斗室大小，旁边有一个长榻，条几桌案具备。揭开帘子再往里去，即到了顶部的头舱，床也摆设在旁边，中间是一个方形窗户，嵌装着玻璃，没有生火，但满是光亮，因为对面船上的灯火照耀所致。里面的青帐净帘甚是华美。喜儿说，从平台上可以望空赏月，便在梯门之上折叠着打开一扇窗户，由此蛇形而出，就是船梢的顶部。三面皆设置有短的栏杆，但见夜空之上明月一轮，水阔天空，颇为壮观。纵横交错如乱叶漂浮在水面的是罗列的9船，闪烁如漫天繁星的是9船的璀璨灯火，再加上往来如梭织的小艇，笙歌弦索的乐音，夹杂在涨潮的涛声之中，令人情绪起伏。我说，所谓少不入广，就在此刻呀！可惜我的妻子芸娘不能同游至此。回头看喜儿，月下与芸娘隐约相像，因而挽起她的胳膊下了平台，进入寮楼，熄灭蜡烛，相伴入睡。天色将亮时，秀峰等人早已嬉笑着到了。我披上衣服迎接，大家都责备我昨晚逃走。我说，没有其他原因，只是担心你们先被接账罢了。然后大家一起回了城内的寓所。过了几天，我和秀峰同游海珠寺。寺院在水中岛屿上，围墙如城池，四周距离水面5尺多，墙体上有洞穴，架设了大炮防备海寇。潮涨潮落，视线随水浮沉，感觉不到炮口是升起还是下降，这正是物理的不可测度之处。13洋行在幽兰门的西边，房屋结构与洋化的房屋相同。对岸名为花地，花木品种甚多，乃是广州卖花的地方。我自以为无花不识，至此仅认识10之6、7，询问一些花的名字，有的是群芳谱所没有载录的，也许是地方发音的不同所致吧。海珠寺规模极大，山门内种植的榕树大的有10多抱，浓荫如车盖，秋冬也不凋谢。殿堂的柱件窗栏皆用铁梨木制成，又有菩提树，叶子呈沸形，浸水后去掉皮，肉筋纤细，仿如蝉翼纱，可以裱成小册页，抄写经书。返回途中去济船看望喜儿，恰好翠姑、喜儿都没有客人。我们饮茶完毕，准备离开，2人挽留再三。我所中意的地方是在船楼，
然而保姆的儿媳妇大姑已有客人在上面，因而对少寡妇说，如若可以携带他俩同往寓所，则不妨再长谈一会儿。少寡妇说可以。秀峰先回去，嘱咐随从安排酒肴，我则随后携带翠姑、喜儿回寓所。谈笑正浓，是巧郡署里的王茂老不期而来，就留下来一起饮酒。酒刚沾嘴唇，忽然听到楼下人声嘈杂，似乎还有上楼的情事。原来房东的一个侄子素来无赖，知道我着急回寓所，故而带人来试图敲诈。秀峰埋怨说，这都是三白一时高兴所致，我真是不该随他一样。我说，事已至此，最好快想退兵之计，不是斗嘴的时机呀。王茂老说，我先下楼劝说一番。我当即唤来仆人，迅速雇了2顶轿子，先让2位妓女脱身，再图谋出城的办法。听到楼下王茂老劝说没有效用，也并没有上楼。此时2顶轿子已经备好，我的仆人手脚颇是敏捷，令他在前开路，秀峰挽着翠姑跟上，我挽着喜儿在最后，众人一哄而上。秀峰、翠姑得到仆人助力，已经出门，喜儿被横来的手抓住，我急忙抬起腿踢中了那人的胳膊，手一松，喜儿脱身而去，我也乘势脱身而出。我的仆人仍然守护在门口，以防无赖们追抢。我急忙问他，见到喜儿了吗？仆人说，翠姑已经乘轿离去，喜儿只见到出来，不曾见到他乘轿子。我急忙点燃火炬，只见轿中空空仍在路旁。我急忙追到静海门，见秀峰站在翠姑轿子旁边，又问询他可见喜儿影踪，回答说，或许是应该往东跑，他反而奔走到了西边吧。我又急忙反身，过了我寓所10多户人家，听到黑暗处有人轻喊我的名字，火炬照耀一看，正是喜儿。于是把他放到轿中，差轿夫肩扛而行。秀峰也追赶而至，说幽兰门有个水洞可以出城，已经托人贿赂开锁。翠姑已经走了，喜儿尽快过去。我说，你快回寓所退兵，翠姑、喜儿交给我。待我们赶到水洞边，果然已经开了锁，翠姑已等在那儿。我于是左边夹着喜儿，右边挽着翠姑，折腰鹤步，踉踉跄跄地出了水洞。天上正下着微雨，路滑难行，如在油路之上。到了河岸，沙面那边笙歌正盛，小艇中有认识翠姑的，招呼我们登上小船。这时我才细看喜儿，她头发散乱如飞蓬，发钗耳环均已不见。我说，被无赖们抢去了吗？喜儿笑着说，听说这些物品均为足赤之金，是阿母的财物，妾刚才下楼时已经除去，藏在口袋中，如若被抢去，连累你赔偿呀。我闻说此言，内心很是赞叹他，让他重新整理发钗耳环，叮嘱不要告诉阿母，借口我的寓所人多杂乱，所以才返回沙面船中。翠姑据此告诉阿母，并说我们酒菜已经吃饱，准备些粥食就可以了。这时船楼上的客人已经离开，少寡妇命令翠姑也陪我登上船楼。只见2人的绣鞋均已被泥污湿透，我们3个人一起吃着粥，聊以充饥，然后简烛长谈，才了解到翠姑家在湖南，喜儿吉普乃是河南，本姓欧阳，父亲已死，母亲改嫁，他被恶叔卖至妓院。翠姑向我诉说迎新送旧的悲苦，心内不喜欢必须强颜欢笑，酒量不知必须勉强饮之，身体不适必须强行作陪，喉咙不爽必须强行歌吟。更有性情乖张的人，稍不合意便置酒翻案，大声辱骂，假若阿母不察内情，反而责备招待不周。还有恶客喜欢彻夜蹂躏，身体不胜其扰。喜儿年轻，又是才道，阿母尚且怜惜。翠姑言语间泪水不觉滴落，喜儿也蓦然涕泣起来。我把喜儿拥入怀中，抚摸安慰，嘱咐翠姑睡在外面的床上，因为她是秀峰的相好啊。从此以后，有时10天，有时5天，喜儿必定派人来请。喜儿有时自己乘小艇，
亲自到河岸迎接。我每次前去必和秀峰同行，不邀请其他客人，不另叫机船。一夜之间翻银4元而已。秀峰金翠明红，俗称这种行为为跳槽，有时甚至一次召唤2个妓女。我则只喜欢喜儿一人，偶然单独前去，或小酌于平台，或轻谈于船楼，不让他唱歌，不勉强他多饮酒类，温存体贴，一挺的妓女都很舒心惬意。周围的妓女都很羡慕喜儿，有空闲没有客人的妓女知道我在船楼，必定来此问询。整个洋帮妓船没有一个不认识我，每上他们的小艇，呼唤我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也左顾右盼，应接不暇，这是即便挥霍万两金银也不能够做到的吧。我在岭南4个月，共花费100多两银子，得以变尝荔枝鲜果，也算是平生快意之事。后来保姆想索取500两银子，强迫我那喜儿为妾室，我顾虑他的骚扰，于是生了归乡之心。秀峰迷恋此地风情，因此劝他购买了一房妾室，然后我们仍从原路返回吴地。第2年，秀峰又去广东，我父亲不允许我和他同行，我便接受了青浦阳明府的聘请。秀峰回来后告诉我说，喜儿因为我没有前去，几乎寻了短见。我这也是半年一觉洋帮梦，赢得花船伯姓名啊！我从粤东归来后，在青浦做幕僚2年，没有什么快游可讲。不久，芸娘与汉元相遇，引起诸多议论，芸也因此激愤治病。我与程默庵在家门一侧开了一个书画铺，聊以贴补汤药所需。中秋节后2天，吴云客和毛义乡、王兴灿邀请我同游西山小径室，我恰好手中不得闲暇，就让他们先去。吴云客说，你如能出城，明天中午在山前水踏桥的来鹤庵等你。我答应了。第2天，我留程默庵看守铺面，我独自步行出了昌门。到达山前，过水踏桥，沿着田埂向西，看见一座面朝南向的寺庵，门前有一条清澈的河流。我敲门询问，回应我说，客人从何而来？我告诉了他，他笑着回复我，这里是的云安啊，你没有看到匾额吗？来鹤庵已经走过了呀。我说，从水踏桥到这里没有见到有庵。那人回头指着说，你看不到土墙中那片茂密的竹林吗？就是那里。我于是返回原路，来到土墙下，小门紧闭，从门缝中窥看，短篱曲径，绿竹茂盛，静寂没有人声，叩门也没有回应。有一个人经过这里，说墙洞内有块石头，乃是敲门的器具。我试探着连敲了几下，果然有一个小沙弥出来应答。我便循着小路进去，过了小石桥，向西一转弯，才见到山门，上面悬挂着一方黑漆匾额，金粉书写着来鹤2字，后面写有长跋，没有时间细看。进了山门，经过维陀菩萨大殿，殿内上下光洁，一尘不染，知道这就是小净室。忽然看到左侧走廊又有一个小沙弥捧着茶壶出来，我大声呼喊着问询他，便听到室内王兴灿笑着说，怎么样？我说300绝对不会失信吧。随即吴云客出来迎接，说大家原本等你来吃早饭，为什么来得如此之晚呢？一位寺僧跟在他的后面，向我起手示意，问询得知乃是竹衣和尚。进到小净室，仅3间小屋，匾额上写着桂轩2字，庭院中的2株桂花树正在盛开。王兴灿、毛义乡站起身嚷道，来迟了罚3杯。宴席上荤素菜肴精致干净，酒则黄酒白酒均有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游览了几处景物呢？吴云客说，昨天来时天色已晚，今天早晨仅仅去了德云、河亭而已。大家聚在一起畅饮了很久。饭后大家仍从德云、河亭出发，共计游览了8、9个地方，到华山而止。每个地方各有佳妙之处，不能尽数。华山顶上有一座莲花峰，由于天时已晚，大家相约以后再游。桂花的绚丽繁盛，到此地乃为最佳。我们来到桂花树下，各饮了一瓯清茶，
便乘着轿子下了山，径直回到了来贺庵。桂轩的东边另有一座临街小阁，里面已经杯盘罗列。竹意和尚虽寡言静坐，但也好客善饮。最初大家以折桂花为酒令，然后每人行一个酒令，直到2更时分才罢。我说今夜月色甚佳，就这样酣睡而眠，未免辜负了这皎洁月光。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高旷的空地，我们观赏一番月色，才算不虚度这良夜呀。竹意和尚说放鹤亭可以登临。吴云客说星灿恰好抱琴而来，还没有听他弹奏过绝妙之音，此刻到那里一弹如何？于是大家一起同往。只见木樨花香里，一路霜林，月下长空，万籁俱寂。星灿乘兴弹奏梅花三弄，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。异香也情志兴发，取出袖中铁笛，呜呜吹奏起来。云客说今夜在石湖看月的人，哪能有我们这样快乐呢？我们苏州8月18日在石湖行春桥下有看串月的盛会，每年此时游船排集，彻夜笙歌，名义是看月，实际上不过是携妓饮酒而已。不久月落霜寒，大家尽兴而归，于西山小径时夜宿。第2天早晨，吴云客对众人说，此地有个无隐庵，极为优雅僻静，你们有谁到过没有？大家回复，不要说没有去过，即便连听都不曾听过。竹意和尚说，无隐庵四面皆山，位置甚为偏僻，僧人多不能长久居住。有1年我曾去过一次，庵殿已经瘫废，自从齿木棚居士重修之后还没有去过。现在依稀记得路途，大家如欲前往游览，愿为诸位做向导。异香说，饿着肚子去吗？竹意和尚笑着说，已经备好了素面，再让一位居士携带酒具跟随即可。大家吃过素面，步行而往。经过高义园，吴云客想去白云精舍。到了精舍就坐后，一位僧人缓不出来，向云客拱手问询：2个月不见教诲，城中有什么新闻？府君还在军营否？异香忽然起身说了一声突，然后拂袖而去。我与星灿强忍笑意，随后而出。云客、竹意和尚与那僧人寒暄了几句，也告辞而出。高义园即是范文正公之墓，白云精舍就在旁边。有一间宣室面朝石壁，上面悬挂着藤萝，下面早有一个水潭，1丈多宽，只见一泓清碧，金鱼游泳其中。此处名为钵盂潭。他们用竹炉煮茶，位置极为幽僻。宣室后面可以看到万丛绿意中的范园盖帽。可惜僧人俗气，我们不能忍受久坐。这时从上沙村过鸡笼山，即是我与红干登高之处。风物一如往昔，红干却已不在，顿生不胜今昔之感。正惆怅之时，忽然被泉流阻拦了去路，不能继续前行。有3、5个村童在乱草中挖掘菌菇，他们探头探脑地看着我们，笑着，似乎在惊讶为什么这么多人到了这里。问他们去无隐庵的路，答说前面水势很大，不能行走，你们返回几步，南面有条小路，翻过山岭就到了。听从了村童的话，我们翻过山岭，朝南行走了1里多路，渐渐觉得竹树丛杂，周围群山环绕，路上满是绿荫，已经没有人的踪迹。竹意和尚犹豫着四下张望，说似乎就在此处，但路难以辨识，怎么办呢？我蹲身细看，在千竿竹林中隐约看到有乱石墙舍，直接拨开竹丛，横穿过去寻找，这才发现一扇门，上面题写着无隐禅院，某年月日南园老人彭某重修。大家高兴地说，若不是你在，今天此处就成武陵园了呀。山门紧闭，敲了良久，没有人应答。忽然旁边呀然一声，打开一扇小门，一个穿着百衲衣的少年走了出来，面有黄色，脚上的鞋子也很破旧，问道：客人们有什么事呢？竹意和尚做了个揖说：仰慕此地幽静，特来瞻仰。少年说：这么穷的山寺，
僧人都走了，没有人接待，请另寻他出游览吧。说完就准备关门进去。云客急忙阻止他，许诺说开门放我们进去游览，必定给他酬谢。少年笑着说，连茶叶也没有，担心怠慢客人罢了，岂是希望酬谢。山门一开，便看到了佛像，金光与绿荫交相辉映。院子里的石基上积满青苔，殿后的台阶如墙一样陡峭，周围环绕着石头栏杆。顺着台子向西，有块馒头形状的石头，高2丈左右，下面环直右主。再往西向北转，由一处倾斜的长廊登台阶而上，可见3间课堂紧对着一块大石头。石头下面凿了一个小月池，清泉流动，水草浮动。课堂的东面即是正殿，殿左边往西是僧房与厨灶，殿后濒临峭壁，杂树浓荫，抬头看不见天。星灿甚是疲惫，靠在池边休息。我也跟着靠在池边，正要打开9具小酌，忽然听到异香的声音自树梢传来，喊道：“300速来！此处有绝妙佳境。”抬头望去，看不到人，因而与星灿顺着声音寻找。由东厢房的一个小门出去，向北走，石阶如梯子。在竹屋中不经意间看到有座楼，顺着梯子攀登，楼上8扇窗子大开，匾额上题字为飞云阁。四周群山环抱如城池，只有西南缺少一角，远远看见水接天际，船帆隐约，正是浩渺太湖。倚靠着窗户俯视，风吹竹梢，翻滚如麦浪。异香说：“感觉怎样？”我说：“这里确实是难得的妙境啊。”忽然又听到云客在楼的西边呼喊：“异香速来！”这里更有奇异妙境，因而又下楼，折向西边而行，登上10几个台阶，忽然豁然开朗，平坦如石台。估计这块地方已经在殿后的峭壁上面，残砖缺处尚存，大概是过去的奠基。站在这里，环视群山，比飞云阁更为畅快。异香面向太湖，一声长啸，群山齐应。于是大家席地而坐，开酒畅饮。忽然感到腹中饥饿，那位少年想煮锅巴替代茶，随即让他一茶为粥，请他和我们一起吃。问他此处怎么如此冷清，答说四周没有邻居，夜晚多有暴徒，收获粮食时强盗就来，即便是种植蔬菜瓜果，也多半被樵夫采摘。这里是崇宁寺的下院，崇宁寺的常厨每月中旬送来1担饭干，1坛咸菜罢了。我是彭姓的后裔，暂时看管这里，马上就要回去了，不久这里就没有人接了。云客送他1枚番银酬谢。回到来贺安，大家雇船回家。回来后，我画了一幅无影图，赠送给了竹义和尚，以纪念此次快游。这年冬天，我为朋友做保介贷受到连累，致使家庭失和，便寄居于西山画室家中。第2年春天，我准备去扬州谋职，但窘迫于盘缠。有位老友韩春泉在上阳幕府任职，我就去拜访他。当时我破衣烂履，不便进入官署，便投札约定在俊庙园亭中见面。待老友韩春雨出来见到我，体悟我的愁苦之心，慷慨地送给我10两银子。俊庙的园子是洋商捐款修建的，极其扩大，可惜各处景点布置杂乱无章，后面所叠建的假山也没有起伏照应。归来途中，忽然想起虞山的盛景，恰好有便船，就乘船而去。时当仲春，桃李争妍，旅途中仅有我一人，苦恼没有伴侣，便带了300铜钱，信步来到虞山书院。于墙外仰望，只见丛树繁花，焦红翠绿，临水近山，极富幽趣。可惜找不到门进入，问好了路再去。途中遇到搭设了棚子卖茶的小店，乘兴就坐。店内所煮碧螺春茶，味道极佳。询问店主虞山什么地方景物最好，一个游客说，从此处处西观，靠近剑门，乃是虞山最佳风景。你如果想去，我愿为向导。我欣然听从了他的建议。
出了西门，顺着山脚，时高时低行走了大概几里路，渐渐看到了屹立的山峰，山石呈横向纹路。到了山前，山体中分，两侧石壁凹凸不平，高几10丈。靠近仰看，石壁呈现出即将坠落下来的样子。那人说，相传上面有神仙居住的地方，很多与仙人相关的风景，可惜没有找到路登缆。我情志兴发，挽袖卷衣，像猿一样攀登而上，直达山顶。所谓的神仙居所，深度只有1丈多，洞顶有个石缝，可以望见天空。低头往下看，双腿发软，几乎要掉落下去，于是把腹部对着石壁，紧握藤蔓而下。那人感叹地说：“壮哉！你的游性之豪迈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。”我口渴了，想喝水，就邀请了那人到了野店，饮酒3杯，直到太阳将落，也没有能够便游于山，便拾取了10几块赭石，放到怀中带回，然后背着行李搭夜航船回苏州，我则仍然返回西山。这是我愁苦生涯中的一次愉快游历。嘉庆甲子年春天，我痛遭父亲去世的变故，悲痛之中，我准备弃家远遁。朋友夏一山挽留我住在他的家中。到了秋季8月，他邀请我一起去东海永泰沙收取利息。永泰沙隶属崇明岛，出了浏河口，航海需要100多里。这是一处涨潮积沙形成的新岛屿，还没有接到市集。但见茫茫芦荻，人烟稀少，仅有和夏一山同一行业的丁氏的仓库数十间，四周挖掘了沟壑，堆土成堤，上面栽植着柳树。丁氏自实出，家在崇明岛，是永泰沙的第1大户。任会计的姓王，豪爽好客，不拘礼节，与我初次相见，即如故交。宰杀了猪做饭，抱着酒瓮饮用。行酒令则是母战，不懂诗文，唱歌就是好笑，不讲究什么音律。酒性浓时，指挥工人打拳与相扑为娱乐。蓄养了公牛100多头，都露宿在堤岸之上。养鹅为号，防备海贼。他每日在芦丛沙渚之间驱逐鹰犬，猎获多为飞禽。我也跟随在后奔驰追逐，疲倦了就卧倒休息。他领着我到田园中庄稼成熟的地方，每一块田地都围住了高堤，防备潮汛。堤坝上有水洞相通，用水闸管理。旱情时就在涨潮之时打开水闸灌溉，辽情出现时就在落潮之时开闸排泄。租户都散居各处，如群星排列，一声呼喊就全部聚集而来。他们称呼业主为产主，娓娓听命，朴诚可爱。但如果用不义的事情触怒他们，则粗野甚于狼虎。幸而有一句话公平持正，又立即心悦诚服。目睹原田之上风雨晦明，恍如身在太谷。躺在床上往外看，即是大海波涛，枕头边际的潮声，又如战场金鼓齐鸣。一天夜里，忽然看到数十里外有红灯闪耀，巨大如竹筐浮于海面，又看到红光映红了天空，情势如同失火。师出说，此处出现了神灯神火，不久又要长出新的沙田来了。夏一山性情素来豪放，到了这里更超以往。我更是肆无忌惮，牛背上狂歌，沙田地头醉酒而舞，任随性情所致，真是生平中无拘无束的一次畅快游历啊！夏一山的事情办理完妥后，我们到了10月才回到苏州。我家乡苏州虎丘的盛景，我首取后山千顷云一处，其次是剑池而已。其他的一半借助于人工，而且被脂粉沾污，早已失去了山林的本来面目。即便是新建的白公祠、塔影桥，不过是取名雅致罢了。而野芳斌，我系改为野芳斌，更不过是涂脂抹粉的女子，只是外形妖冶而已。城中最著名的狮子林，虽说是倪云林的手笔，而且山势玲珑，古木众多，然而从大的格局来看，竟然如同胡乱堆砌的煤渣，积聚一些苔藓，凿穿一些洞穴，全无山林的自然气势。以我有限的观察所见，不能体悟到它们的美妙所在。灵岩山是吴王馆娃宫故址，上面有西施祠、
像谢郎、蔡襄敬等几处名胜，然而气势散漫，空旷没有约束，不及天平山、知行山别有幽趣。邓尉山又名原木，西面背靠太湖，东面对着锦峰，丹崖翠阁，望去如同绘画。居住此处的人以种植梅花为生，花开之时，方圆数十里一望如皑皑白雪，故名香雪海。山的左边有4株古柏树，名字为青奇古怪。名为青的这株躯干挺直，茂盛如翠盖；名为奇的这株倒卧在地上，有3个弯，形同之字；名为古的这株树顶已无枝叶，形状宽阔扁平，已经朽枯成手掌模样；名为怪的这株形体像是陀螺，枝干也是如此。相传它们都是汉代以前所种植的。乙丑年孟春，夏夷山的父亲淳香先生和他的弟弟介石率领子侄4人去福山加祠春祭，同时扫墓，邀请我同去。路上我们顺道先到了灵岩山，再出虎山桥，由费家河进入香雪海观赏梅花。福山词语就隐藏于香雪海中，当时梅花开得正盛，呼吸之间连言语都是香的。我曾经给介石画了《福山风木图》12册。这年9月，我随从石卓唐电传去四川重庆赴任，于长江逆流而上，船到了宛城。宛山脚下有元朝的忠臣余阙的墓，墓的旁边有3间厅堂，名为大观亭，面对南湖，背靠前山。亭子处在山腰，极目远眺，甚是畅快。旁边有一条长廊，北面的窗户大开，时逢霜叶初红，烂漫如桃李。同游的人是蒋寿鹏、蔡子勤。南城外有一座王氏园，其地东西长，南北短，大概是因为北面紧挨城墙，南面濒临湖泊的缘故。园林一旦受限于地形，颇难经营布置，但我观察它的结构，乃是采用了重台叠管的方法。所谓重台，是在屋顶上设有月台作为庭院，然后叠石栽花，使人不察觉脚下还有房屋。在上面叠石的地方下面就填石，上面是庭院的地方下面就留为虚空，所以上面的花木仍然可以得到地气生长。所谓叠管，楼上作为宣室，宣室之上再做平台，上下盘曲重叠成4层，楼上还有小水池，水并不泄漏。我竟然不能猜度出它哪为虚，哪是实。它的立脚全部用砖石建成，承重之处则仿造西洋的立柱法。幸好庭院面对南湖，视线没有阻碍，可以尽情游览胜于平地上的园子，真是人工之美的奇绝之处啊！武昌黄鹤楼在黄湖基上，后面连着黄湖山，俗称蛇山。楼有3层，画栋飞檐，已成耸立，面对汉江，与汉阳晴川阁相对。我与卓唐冒雪登临，俯视长空，雪花飞舞，遥指白色覆盖的银山玉树，恍如身在瑶台仙境。江中小艇往来，风帆纵横鼓荡，如巨浪卷袭片片残叶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墙壁上题咏甚多，记忆不了很多，但记得有副楹联是：何时黄鹤重来，且共捣金樽，交州主千年芳草。但见白云飞去，更谁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花。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，屹立在江边，山岩陡峭如墙壁，石头皆为红色，因此得名。水经称之为赤壁山。苏东坡游历至此，作有2篇赋文，指此地是吴国魏国交兵之处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赤壁下面现已成为陆地，其上建有一座2府亭。这年仲冬，我们抵达荆州时，卓唐得到了升任潼关观察使的消息，于是留我暂住荆州。我因此已未能见到蜀中的山水而遗憾。当时卓唐入川，他的儿子敦夫以及眷属和蔡子勤、席之堂也都留在了荆州，居住在刘氏废园。我记得此园厅额上的题词为紫藤红树山房，庭前台阶围着石栏，院内凿了一个1亩见方的水池，
池中间有一个亭子，有石桥相连。亭子后面筑土垒石，杂树丛生，其他地方多为空地，楼阁均已倾倒坍毁了。客居荆州，没有事情烦扰，有时吟咏，有时长啸，有时出游，有时聚谈。年底之时，虽然众人银两不丰，然而上下和睦，点一沽酒，并制备锣鼓敲打为乐。每夜必定饮酒，每次饮酒必行酒令。窘迫之时，即便4两烧刀酒，也必定大行酒令助兴。在荆州遇到一个姓蔡的同乡，蔡子勤与他叙宗谱，还是他的同族，就请他做导游游览名胜。我们一起到了府学前的曲江楼。昔日张九龄为长史时，曾经题诗在上面。朱熹也有诗说此事：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楼。城墙上还有一座雄楚楼，乃是5代时高士所建，气势雄伟峻拔，极目远眺，可达数百里。环绕城墙与护城河边都种植着垂柳，小舟划桨往来，颇有诗意。荆州府署就是昔日关羽帅府。仪门内的青石断马槽，相传就是赤兔马的食槽。曾去城西寻访罗汉故宅，没有找到。又曾去城北寻访宋玉故宅。昔日庾信遭遇侯景之乱，曾隐居于江陵，便是居住于宋玉故宅。只是后来故宅改为了酒家，现在早已无从辨识了。这一年除夕，雪停之后极为寒冷。开岁迎春，没有寒暄贺年的烦扰，每日只是燃放鞭炮，放风筝，扎纸灯为乐。转眼风传花信，雨着春晨，卓堂的诸位妻妾带着他们的年幼儿女顺着江流而下。敦夫则重新收拾行装，和大家一起出发，由樊城登陆，直赴潼关。从河南文乡县往西，出了函谷关，可以看到紫气东来4个字，此处正是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。道路在2山之间，仅可容纳2匹马并行。自此行走大约10里，即是潼关。左边背靠峭壁，右边濒临黄河，关隘在山河之间扼喉而建，众楼垒垛，极其雄伟高峻。然而今日函谷关车马不多，人烟稀少。韩愈有诗说：日照潼关4扇开，大概也是形容它的冷落景象吧。城中的观察室1指以下仅有一个别架，道署衙门紧靠北城，后面有一处园圃，横长大约3亩，东西凿了2个水池，水从西南墙外导引进来，东流至2池之间，然后分为3个水道，一条向南至大厨房，供日常之用；一条向东流入东池，一条向北又折向西边，由石池的口中喷入西池，再环绕至西北，经过一个泄流的水闸，从城墙角转向北边，穿过水洞而出，直入黄河之中。流水日夜不歇，令人顿觉耳际清爽。园圃内竹树茂盛阴浓，抬头看不到天。西边水池中有个亭子，藕花环绕左右。它的东边有3面朝南的书房，亭前有葡萄架，下面安置有方形石头桌凳，可以下棋饮酒，其余的地方均为菊花园地。它的西边有3间朝东的轩屋，坐在其中可以倾听流水之声。轩屋的南面有个小门，可以通到内室。轩屋北窗之下，另外凿了一个小水池，水池之北有个小庙，祭祀着花神。园圃的正中间建有一座3层楼，紧靠北城，高度与城墙一样。在此楼上俯视城外，即是黄河。黄河之北，群山如屏风，已属于山西地界。这山河之际，真是蔚为壮观的大气象啊！我居住在园圃南面，房屋如小船样式，亭中有一座土山，上面有个小亭子，登临其中，可一览园中大概。庭院内绿荫四合，夏天没有暑气侵扰。卓堂为我题书斋名为不计之州，这是我游牧生涯以来最好的居室。土山之间种植了数十种菊花，可惜没有等到它们含苞开放，卓堂又调任为山左联防使了。
他把眷属搬到铜川书院，我便也跟随着居住在书院之内了。卓堂先去山东赴任，我与子琴、支堂等人没有事情可做，就外出游玩。有一天，我们骑马到了华阴庙，经过华峰里，就是尧帝接受三炷之处。庙内秦淮汉柏甚多，大都三四抱，有槐树槐抱柏树生长的，有柏树槐抱槐树生长的。殿庭之内很多古碑，内有陈抟老祖书写的“福寿”二字。华山脚下有一座玉泉院，即是陈抟老祖成仙之处。里面有个石洞，一间房子大小，石床上素有陈抟老祖的卧像。玉泉院内水镜沙明，草多为绛红之色，泉流湍急，周围修竹环绕。石洞外面有一个方亭，匾额题字为无忧亭。旁边有三株古树，纹路如同裂炭，树叶像是槐树，但颜色更深，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知当地人称为无忧树。华山之高，不知道有几千仞，可惜没有带上粮食攀登而上啊。归来途中，见到旁树林中柿子正黄，我骑在马上摘了一枚就吃。当地人喊叫阻止，我没有听他们的话，咀嚼之下，苦涩之极，急忙吐掉，下马寻找泉水漱了口，才能够说话。当地人见状，大笑不已。原来柿子摘下后需要在水中煮沸一次，才能去掉苦涩，而我并不知道这些。10月初，卓堂自山东专门派人来接眷属，于是大家出了潼关，经河南境内进入鲁地。山东济南府城内西边有大明湖，湖中有立夏亭、水乡亭等诸多名胜。夏季之时，柳荫浓处，莲花香气飘拂，在九行船极有优雅闲趣。我冬季去看时，只见柳衰烟寒，湖水茫茫而已。趵突泉是济南72名泉之首，泉水共3眼，从地底怒涌突起，水势如沸腾之水。凡是泉水都是从上到下，独有此泉从下而上，也是一大奇观吧。水池上有一幢楼，里面供奉着吕洞宾祖师像，游人多喜欢到此处品茶。第2年2月，我到了山东莱阳做幕僚。至丁卯年秋天，卓堂被贬官为翰林，我也跟着他进入京都。众人所说的登州海市，竟然无缘一见。